公务车的滥用已经变成一种常态的时候，我只能说，搞不好还有第4个、第5个。你前面的人都不处理的话，最后只是让监察院变成全民的笑柄。监察院变监守自盗院，院长天天养病，请假400天，这是人不要脸天下傲极。对于在野党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攻防的诉求，就是说监察院这一任发生这么多糟糕的事情，要怎么改革？如果未来要有所谓的朝野对话，这一块要不要变成一个讨论的议题？比如说要不要修宪，我们就把监察院来废掉。把公务车当计程车在用，带狗去美容。监察委员用公务车去牙医看诊，用公务车接送亲友往返机场，完全的滥用公务车，所以他会不知道公务车要怎么用吗？带狗上班，派幕僚送狗，自己再去接狗，全程公务车接送，这么嚣张的行径，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吕俊义用公务车送他的狗去做宠物美容，被抓到之后，第一时间还打死不认。监察院秘书长李俊义被曝公器私用送爱犬去美容，这代表这是一次完全的滥用公务车的过程哦。他会不知道公务车要怎么用吗？带狗上班，派幕僚送狗，自己再去接狗，全程公务车接送，这么嚣张的行径。李俊义还跳出来说：“哎呀，我们现在监察院预算被砍96%，我的油钱都是自己付，都是因为乱砍预算造成的。”嚣张，还派幕僚搭公务车去送，从头违法到尾。哎呀，线上申报作业的日常业务停摆啦，不能做财产申报啦，厕所没有卫生纸啦，记者室呢不能全天候开启啊，很多监委都被发现有滥用公务车之嫌。李俊义自己除了送爱犬之外接送他的太太到餐厅用餐，就算油钱支付依然是违法，错误还敢大小声哦。后来呢，被抓到之后说：“哎呀，我思虑不周啊。”但是蓝白砍预算，吴思瑶就出来用力护航，花了30秒说，相信李俊对自己的作为也会做出应有的检讨。接下来呢，痛骂蓝白30分钟，因为蓝白砍预算，整个监察院都是我的思虑不周的场所，整个监察院都是滥用公务车场所。李俊用公务车带狗去美容，监察委员用公务车去牙医看诊，用公务车接送亲友往返机场，把公务车当计程车在用。你监察院是监督查核，结果你自己带头违法。最扯的是什么？事情爆发的时候，端午连假前，监察院就说：“哎呀，这事情等到礼拜1上班的时候，我们就会处理啦。”监察院变监守自盗院，院长天天养病，请假400天，这是人不要脸天下傲极。一个监察院有27台公务车，比立法院还多。立法院经常很难请到车。贪污治罪怎么判？前少将韩玉平呢，挪用汉光演习加菜金2880元，支付指挥官招待家人吃海鲜，被判贪污罪4年。前云林县消防局长戴天兴私用公务车被性税遭判1年，缓刑3个月。监察院秘书长李俊义公务车载宠物去美容，相信他有检讨，思虑不周，结案。第一时间哦，监察院接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监察院怎么讲吗？涉及事务不方便呢，请求第三方调查。涉及事务跟自己有关系啊，我不能处理自己啊，你知道的啊。立法院邀请李俊义委员会来进行专案报告，然后你知道李俊义怎么做吗？李俊义说啊，监察院不在立法院应邀列席专题报告范围有啊，拒绝出席啊，真的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本来还是验证那句老话，政治人物3要素：坚持不要脸，坚持不要脸。李俊义突然说，即刻请辞秘书长。本人接任了监院秘书长以来呢，时刻秉持自律、戮力从公的态度，深知攸关国家廉政与公务员风纪之维护。你知道戮力从公，你知道自律，你知道风纪维护，你会拿公务车去接送狗狗？那继续唬烂啊，继续坚持一时思虑不周，便宜行事。超级有钱人以来，时刻秉持着有钱屌，时刻秉持着关怀社会，白天奉行两岸和平，晚上进入两岸和平，深知担任青鸟大罢免志工团攸关国家生死存亡之战。然而啊，近日因个人2015年不小心多次进入阿共的阴谋，一时思虑不周，便宜进出，未能达到青鸟志工团总团长所具备之高度反共之立场，实有负青鸟们所托。欢迎青鸟的妹妹们一起来维护草鸟
鸟之轻欲啊！事情发生过啊，本人立即进行深切反省，第一时间已向李副院长表达请辞决心，以示负责，绝无恋战之意啊！陈盟军长认为，个人辞职态度固之展现，但建立完善制度，防范未来歧视才是更有毅力。经阶段性任务已告一段落，为避免个人事件影响后续事务之顺利推动，本人再次恳切向李副院长请辞并获准辞去监察院秘书长一职，即日起生效。笑死人了，严重违法。为什么第一时间李俊英这么硬？他当过了2届立法委员嘛，在这个嘉义的地方啊，他当过很多的官啊。他老爸是谁？你知道吗？你知道李俊英的老爸是谁？你知道吗？李俊英老爸是国师啊，李鸿禧啊，今年88岁啊，硬咖啊。监察院举办监察院建院90周年学术研讨会，监察权实践与展望。2021年的时候去监察院担任研讨会主持人，他儿子2023年10月1号就任监察院秘书长，真国师啊。分2个层次啦，一个叫做法律层面嘛，那法律层面现在在野党也去告发了，就是看司法要不要查，司法的责任监委不会因为他请辞与否或者进监察院自律委员会就有所改变啦。这第一个就是他的法律责任的部分，这个叫司法机关才能去查嘛。第二个就是他行政责任，行政责任就像比如说李俊毅他说他请辞，比如说像另外几个监委要移送这个所谓的纪律委员会，监察委员的自律委员会是可以弹劾监委的。过去是有发生过，像在第2届的监察院有一位监委就收贿被检举把他弹劾，监委还敢收贿，蛮屌。监察委员是可以弹劾自己监察委员的，监察委员他不是一伙的，每一个监察委员是独立查案。像监察委员的自律规范里面，你公务车的滥用已经变成一种常态的时候，我只能说搞不好还有第4个第5个，你前面的人都不处理的话，最后只是让监察院变成全民的笑柄。今年年初很凶嘛，我说什么不给记者茶点啊，不提供卫生纸啊，水电费缴不出来啊，然后都一直拿这个来去做政治攻防。监察院的业务费被砍96%，在野党的用意其实也就是要实质上去废监察院，已经实质达到一种叫让监察院动弹不得的一种效果了。监察院却还是可以用公务车动得很厉害。那他们的理由是说，他们自己花油料费，这样你为什么不自己叫 Uber？ 就自己叫计程车叫 Uber， 你最多就是一个上班时间翘班而已，就没有滥用公务车的问题，你最多叫翘班。可是呢，对监察委员来讲，他说，我整天都在上班啊，我没有上下班的时间啊。对啊，那你反而好解释，因为委员本身本来就没有明确上下班规范，就跟立委一样嘛，立委都说他们是24小时服务嘛。像公务车的使用像立委就会非常宽松，他去参加里民的活动算不算公务？因为这个叫选民服务，所以对很多民代是拿公务车跑拖，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其实在实务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民代的工作就是选民服务是其中一环。那包括像以前我们在苹果日报最喜欢就是说去揪搭公务车去上政论节目的，可是立法院他的解释也很宽松为什么？因为他就说这是在为他的政策辩护这也变成是他们的公务监察委员能解释的相对来讲就比较窄一点因为你监察院除非比如说你要去调查案件你总不可能去立法院是调查案件，你怎么能去衙役调查案件嘛？是要跟我陈情，所以我亲自亲访。那如果你能讲出一个道理那我们当然就确实在里面。是我想要追击一下副院长李鸿钧的处置态度，我觉得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很可笑。原因是这样，我看到他开记者会那唯唯诺诺的感觉那可以看到李鸿钧是像是在做个副院长吗？他像是在做个小童工讲话这样唯唯诺诺的，好可怜像叶大华就直接呛说，哎呀，设计事务怎么查？干脆直接翻脸，也不跟你讲道理的。现在的状况是李鸿钧说我就根据监察院，大家都知道院长、副院长就跟立法院一样，因为其实监察院以前也是国会。我看他那个记者会让我觉得最傻眼，他说李俊毅跟他请辞，第一次请辞，第二次请辞的时候呢，说他任务就完成，不能说个2句话吗？我身为副院长，我没办法依据职权行使法，我们是等大，但是我要告诉你，代表监察院的官箴，你这样事是错误的。连一句话也都不敢讲，唯唯诺诺就让李俊毅这样子潇洒离开。很快李俊毅要升官了，毕竟他老爹是国师李鸿禧李鸿钧，我们不能去否定说监察院就是没有用的院，但整体上来讲，就算你查了这个案子，你弹劾了官员又如何？实际上监察院存在，我们像当年在陈水扁的第2任期，那时候监察委员他就没有办法过，就是因为嘲笑野党，那时候在野党不同意，不愿意把监察委员的人事同意权排进去，所以那时候监察院有缺额，缺了3年多。那时候的国家也没有因为这样就荒废整个贪腐也没有因为这样就查不出来监察院他如果要发挥它的功能性，就必须要回归到更以前的机制的。现在看起来这个监察院就是盲场院，废了其实也是差不多，因为就像博基讲的，没有任何功能嘛。他要恢复功能，他必须整个大改造、大换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一定要大罢免、大成功的原因，因为他们这一届的监委任期到明年7月之后呢，要提新的人，新的人如果以现在在野党在国会的结构是不会过的，就会跟之前大法官这些东西都状况很像，全部卡死了。除非你今天要提的都是在野党能接
接受的人选。未来就是看，因为剩下1年左右的任期，对于在野党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攻防的诉求，就是说监察院这一任发生这么多糟糕的事情，要怎么改革，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列为朝野应该有共识的议题？如果未来要有所谓的朝野对话，这一块要不要变成一个讨论的议题？比如说要不要修宪，我们就把监察院来废掉。